大家好，影片一开始单纯来分享一下气候变化对本地造成的影响啊，这不是置入穷乡僻壤也没有能力置入啊，不然应该要连酸菜礼盒一起拍摄啦。因此就用简单不需要太认真的角度来看个人觉得特殊的景象啊。眼前这是在非常多年之后呢，又出现的大量芥菜了，说不定有超过20年了哈。由于今年年初缺水啊，嘉义实施限耕啊，休耕补助期成的缘故呢，才让这早已经移动到嘉义水上种植的芥菜得以进行证明，又出现在酸菜的故乡种植哈。早年在本地的数百甲田地呢，都是种植芥菜了。全台湾超过80%的酸菜产量，就是在必然在下我的故乡种植了。随着地力的流失呢，就改到外地种植。唯一相同的一样还是会运回来腌制啊。这不是本地拥有好山好水，或是水质特别酸咸哈，而是腌制时需要使用到大量的粗盐啊。腌制后的大量盐水呢，得需要特别进行处理，也因此呢，本地早年就有设置酸菜的专业加工区啦。今天算是还特地出外景去补拍一下画面啦。据说呢，按赞的地方在画面下方啦。想证实或是练习按赞的观众朋友，请按一次就好，就不用加码多按一次了。回到前院菜园眼前这是浴血奶油白菜了。好吃的位置呢，并不是绿色叶片而是白色的茎部啦。用台语来说，很多人都听过的话啦，吃鱼吃肉嘛爱吃菜荚啦。茎部的位置呢，就叫做菜荚一旁原本盖在七里香修剪下的枝叶下呢，因为日照不足，导致茎部过细的，则是黑叶奶油白菜啦。移走七里香枝叶，增加日照后呢，幼苗茎部变粗后，就可以方便移植了。移植之前，除了先把一旁的土壤翻松外呢，将幼苗位置的土壤先行浇湿更是重要，这样可以让幼苗挖起时呢，根系带起湿黏的土壤容易存活之外，恢复期也会比较短带有土壤也容易判断种植的深浅而撒上七里香枯叶呢，主要目的除了方便浇水与保湿之外，土壤经有覆盖后不容易长草这样的直接效果呢，可以延长土壤板结的时间间接的遮阳呢，还有拉来蚯蚓松土的效果。透气的土壤结构对于叶菜类生长帮助是非常大的。而若是想要提供土壤的有机质呢，则可以将小树枝进行修剪，混进土里这会比用树叶的效果好很多。至于多出的菜苗呢，则暂时借用生菜的种植地这一侧低日照的菜地呢，秋冬季节是用来种植生菜为主由于日前气温一直降不下来，就先行挪用整理过程与结构呢，在上一部影片有先进行说明这算是见证不施肥的自然农法土壤的效力不施肥的缘故，则主要是提供给洗肾患者可以正常使用需要血液透析的患者呢，对于菜类食用有个特别要求，在菜类炒食时呢，得先进行水煮过了。主要原因是把菜中的化学肥料高钾给烫洗出来而不施肥自然养土的种植方式，维持正常的烹煮方式呢，
一样可以通过每个月的抽血检查，这样就解决了烹煮与共食者的困扰哈。毕竟有些菜呢，先水煮过后，营养与口感真的差很多啦。而若是自己种菜很难接受不施肥的观众朋友呢，针对叶菜类自制环保酵素效果是非常好了。这菜床右侧设置的沟槽呢，提供排水与快速浇水的功能哈。日前清理蓄水池时呢，已经顺道将大瓶铺设在沟槽里了。除了降低因为潮湿而长草呢，这也是当初想做不经燃烧自制草木灰时的意外发现了。浮萍因为含有大量的植物性蛋白质啊，所以鸭子非常喜欢吃哈，也被生技公司拿来提取植物蛋白啊，因而有未来食物之称啊。土壤覆盖大坪后呢，会转化出很多的养分啊。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再自行回顾观看效果。接续就是两边菜地种植之后的变化。由于奶油白菜主要好吃的部位是茎部哈，加上隔壁的稻田呢撒满了萝卜的种子啊，叶菜耳大都往隔壁跑哈，就更加不用防护了。奶油白菜是可以多次摘叶来吃的作物啦，但为了方便除草，此处是整株拔起啊。至于两边的生长变化差距呢，可能的影响则是日照与土壤结构或是养分的数量啊。黑叶奶油白菜在日照低的位置呢，生长的速度明显快上许多。虽然说剪辑影片的时间点，气温已经下降不少啊，但是今年高温的时间实在拉得太长了，因此对于家庭种植呢，降温设施最好还是思考一下如何改善啊，这样对于秋冬作物也有延长种植时间的帮助啊。谢谢收看。